最快找我去吧，咱也不知道，最快找个店，打个电话问问。もしもし，看有视频个English，我问你为啥把那核污水排放到那大海里头？我也没有去过海边来，你放里头，你叫我咋去刷呀？说人话。我哭了，我哭了，好了，把地图都剪了，那日本从世界上消失，把地图都剪掉了。哎呀，这把我孩子气坏了。日本以前打我们，现在还放那个水在海里面，我靠，我真是傻子吗？看来中国人真的是发疯了，崩溃了。不管是在家里边嚎啕大哭，满地打滚，还是打电话去骚扰日本的商家，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发泄一种不满，而这种不满有很多的原因，其实跟日本排放核污水所造成的科学上的争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的不满，他们的怨气不仅来自于长期灌输了仇恨教育，对日本有这样的敌意以外，其实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境遇，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所造成的抑郁和痛苦，所以把这一切的情绪全部发泄在日本身上，等于是一种花式泄愤，变着花样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非常的浮躁，充满着戾气，以及大家在心里对未来的绝望，其实都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日本排放核废水合理、合法、合规，它不仅是日本单独的行动，而且是跟代表整个全世界10几个国家的联合国机构共同完成的一个任务。哪怕是配合日本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他们的专家组当中也有中国来的，甚至是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副总干事就是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人现在的反日其实不只是反对日本，等于也在反对联合国机构，反对美国，反对加拿大，反对英国，反对全世界。因为这些国家和机构都不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他们不反对是因为他们尊重科学。但是中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站出来反对日本的国家，我之前讲过，完全出自于政治目的，已经跟科学跟环境污染没有任何关系了。中国人真的在乎环境吗？其实我们稍微有点常识就知道了，连日本的马桶水的标准都比中国的自来水的标准要高。中国人吃的那些东西，化学元素表里边的元素都已经凑齐了，身体里边的这个重金属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然后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讲的那些话完全是反人类的，甚至是在上海的一家幼儿园，老师教孩子画画的内容居然是中国发射核弹打击日本的计划。还有在中国的日料也是自欺欺人的把店里边的日本2个字给盖上了，店员说原因无可奉告。但是你这种遮挡日本这2个字眼有什么意义呢？你写这个寿司2个字难道不就是日本料理吗？可以看到整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之后，中国人就开始有各种各样奇葩的表现，低智商、违反常识，甚至是反人类的言论、行为和主张啊。行为倒不至于，因为中国人还没这个胆儿，毕竟这些小粉红他们也只能在家里面撒泼打滚一下。就像当初佩洛西的专机抵达台湾，很多中国人也崩溃了，然后在网上发视频大骂，本来以为解放军会击落佩洛西的专机，就是他们被中共的这些党媒还有五毛大 V 误导到什么程度可以想见。哪怕这次的反日，他们也是只是自己跟自己发怒啊，他们唯一的冲动能够真正的实施的行动就是抢购食盐。现在好了，政府说不用抢购食盐了，没有必要，我们这个食盐是足够充足的啊，也没有受到污染。但是你这么一说，大家不去抢购食盐了，就没有抢购动力了，那他怎么去发泄呢？抢购食盐不只是说真的需要食盐，而是他觉得抢购食盐是对日本释放这个核废水的一种反击，或者是一种消极的应激措施。就是他需要发泄，他需要花钱去发泄，去买这些东西，就好像能够抵挡住日本这个倾倒核废水对他们心理和情绪的创伤。可是你说不要去抢购食盐了，不需要，
那么好，那这样的话，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做不成了。那他怎么发泄呢？日本现在还在倾倒啊，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的措施，没有任何办法，除了这个禁止日本的水产品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日本这么做。国际社会也都是在支持日本或者不反对日本这么做。那么他们怎么去发泄这种不满情绪呢？对吧？上街游行不敢，怕被当成寻衅滋事。在中国，你没有自由的集会抗议的权利，哪怕是抗议日本，除非是政府首肯。你看，哪怕韩国人，他们也在反对，他们也有人在抢食言，但是他们真的有人冲击了日本大使馆。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说，16名韩国大学生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遭到逮捕。你看人家韩国人怎么着还有点行动，对吧？中国人呢，只能在自己家里边生闷气，连抢食言都抢不着了。其实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预料到。作为一个从中国社会出生长大的人来讲，他们的行为模式太好猜了。下一步肯定就是对付自己人。老舍话剧里边那句名言大家都记得，我打不了洋人还打不了你吗？在中国有很多关于海鲜的这种直播间出现了大量的负面评论，说有主播当场就情绪崩溃大喊，说到底还让不让我卖了？你让不让我干了？让不让我卖了？我卖货了，我不是上来跟你干架的。15年的努力啊，只在今天1个时辰之内什么都没有了。我要给你们保证金。还有主播被迫现场试吃，说这个产品真的没问题，请不要把矛头对准自己人。请问这跟当初中国的粉红上街拿着 U 型锁去砸日本车、砸日本车主有什么差别？打不了洋人还打不了你吗？只要跟日本沾边的，跟日本水产品沾边的，最后都成了中国这些粉红们泄愤的对象。所以有人评论说，这可是中国人的传统异能了。中国人的这种表现正中政府的下怀。政府不停地煽动民意，不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吗？虽然这种一致对外是毫无事实依据的，也毫无科学常识，甚至是充满了怪力乱神。比如说在抖音上面最火的一条话题之一，就是日本的富士山什么时候火山爆发，就是大家已经等不及了，痛恨日本，痛恨到期待日本出现天灾人祸，富士山火山爆发才能解恨。甚至还请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发布科普的视频来分析富士山再次火山爆发的可能性。还有在日本的小粉红也在拍视频，说日本在8月24号当天出现了雷雨天气，暴雨加电闪雷鸣。他说他来日本8、9年了，很罕见，特别提到这是日本核污水排放之后发生的，故意把一个日本很正常的暴雨天气跟核污水排放的事情给连在一起，故意误导观众。当然这也是一个骗流量的方式，而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智社会。大家不再讲科学，也不再讲理性，只是讲政治正确。所有日本讲的话都是骗人的，都是可疑的。在他们眼里，联合国都被日本收买了，美国都向着日本，整个欧美世界或者说国际社会都在与中国为敌。他们不相信国际机构，不相信所有的自由报道的媒体，只相信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的这些党媒官媒。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成功的大内宣了。注意，中国政府这种带风向是配合了他对正确的传播常识的那些有识之士的封杀，这是相配套的。一方面传播虚假信息、仇恨信息，一边呢去屏蔽那些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有一个曾经在中国原子能机构工作过的还有在荷兰的机构也工作过的一个专家，他就写了一个普及常识的文章在微博上边，结果他不仅被删帖禁言，他的账号已经被封号了，还有网上一些科普的内容也都被404了，被政府和谐封杀，以至于大多数人看不到合理的信息，即使看到他们也不相信，因为他觉得日本鬼子很坏，宁愿相信所谓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更何况他们现在最需要的，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泄各种各样的不满，而冷静理性的言论太过于平平无奇，不符合他们现在的心理需要。而且你说这种话也容易招致其他人的反感，最后被扣上一个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帽子。所以还不如跟着乌合之众一起起哄，一起反日，一起叫嚣，这样才能找到一种认同感。但是我相信能够翻墙的人应该还是能够获取很多在墙内的人士获得不到的信息。大家既然能够看到我这个节目，进来的都是客嘛，我们有缘相见，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大家普及点最基本的常识。在此之前我做节目其实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再多说2句，就是这一次释放的
核废水是1级冷却水，跟普通的核电站释放的2级冷却水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当中含有一些放射性物质。但是这一次的释放是经过 ALPS 的系统过滤，过滤的数据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和核实。他们在全球有好多个实验室，而且有10几个国家的专家从头至尾一直跟进，他们在同步进行测试，认可日本官方给出的数据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放射性物质都可以被过滤掉，只剩下氚比较难以过滤。所以说它要经过稀释，把它降低到可控的标准范围之内，每年排放22兆的贝克勒尔。这也是为什么它要持续几十年的时间，因为它不想每年释放太多，它释放的含氚量已经低于全世界很多的核电站了。它每年排放的量是浙江秦川核电站的1/10，是广东、福建等地核电站的1/5。如果看到这个数据仍然在质疑，我不知道在质疑什么，你是在质疑氚的含量还是其他的放射性物质？如果你质疑其他的放射性物质，你就是在质疑日本的过滤系统啊。但是你质疑日本的过滤系统，实际上就在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这10几个专家和他的所有实验室以及整个国际科学界。那你最好拿出这个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报告来，否则的话你只是凭大脑的想象，这次过滤肯定很多的放射性物质没有过滤掉，这是想象出来的。联合国机构100多页的报告摆在你眼前，你不相信，然后只相信自己大脑里想象的日本都很坏，日本人肯定造假，这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理性思维吗？那当然，很多人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甚至连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在讲这些非常没有常识的话，说什么释放的水，这个核废水为什么不当饮用水，为什么不浇灌，为什么不储存，对吧？其实这些做法有些是明显不符合常识的，直接可以刨除掉，有些是日本其实已经考量过的，跟代表联合国的原子能机构经过大量的讨论研究最终否定掉的，这些都在日本的政府说明和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当中有所阐释。其实大家静下心来看一看这方面的内容，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水是不能够灌溉的。它没有达到灌溉的标准，它也没有达到饮用水的标准，只是里边某一个指标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啊，可以这么说。但是它不是饮用水，它也不能按照饮用水的标准来进行，或者说它是核电站的冷却水。而对核电站的冷却水的国际常规做法就是排放大海，包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核电站都是在这么做的，所以日本也这么做是非常合理的。它的唯一差别，其实刚才我讲过了，唯一差别就是它是1级冷却水，不是2级冷却水，所以说它必须经过过滤，而过滤当中的实验数据啊，各方面都已经获得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国际专家组的认可和批准。我不知道我讲到这个程度够不够。如果有些人内心就一直有这样仇恨的种子，他看到的事实他是不接受的，他只相信中国官方的报道，只相信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对他们的洗脑。那这种情况下，你讲多少都没有用，那你只能坐在旁边喝杯茶啊，看着他们丑态百出。他们这些表现丢的只是中国人的脸，只是让中国社会更加的愚昧，甚至让中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的恶化，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在新冷战的背景之下，在国际社会上进一步的被全球孤立。其实我还想说，日本这次倾倒核废水是无奈之举，也不是他们想要的，也不是这个世界乐见的。确实你倾倒核废水仍然是一种污染，虽然这个污染对人体的伤害，对环境的伤害按照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不排放仍然比排放强，对吧？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出现了地震，出现了海啸，出现了这种事故呢？这是天灾也是人祸，让大家重新思考核设施的安全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人类发展当中的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只能在遇到困境当中去寻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这绝对不是最完美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美。那么日本当地也有很多反对，那这种反对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反对，而不是说因为环境污染的反对，因为这么做可能会影响日本的水产品的出口，影响渔业的生计，然后代表渔业的民间组织和政客他们也会反对，这是在任何的一个民主国家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政府做什么事情都一定会有人反对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的代表会站出来对政府施压。我看到日本政府也在想尽办法去补偿这些渔民的损失，而中国今天对日本水产品的全面打压和限制，很明显这也是进一步想加大这些日本国内的势力对日本政府的压力。
其实他的目的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而是想让日本政府在比如说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上边对中国做出一些让步之类的，跟水产品是否安全已经没多大关系了。当然这个话只能我们评论说出来，中国政府肯定不会承认，他的理由一定是把中国人民放在心上其实彭博社的记者在外交部发言人的例会上边就已经通过提问的方式一语道破天机，揭露了中国的虚伪。他的提问说，中方今日已经宣布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请问这一禁令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如果中方担心福岛核废水排海会污染日本群岛周边的海域，难道不担心排海也会危害朝鲜半岛和俄罗斯周围的海域吗？中方是否也考虑禁止这些国家的水产品呢？面对这样打脸的问题，外交部肯定是拒绝回答的。他的回答当中当然也是回避了这一点，很明显把日本的所有的水产品全部禁掉，这是一种政治操作，也是一种政治报复，甚至也是做给中国自己人看的。而背后的目的他自己不会说，只有我会给大家揭晓。那么最后呢，说一下我在明年1月份的行程，除了去台湾观摩大选以外，我还可能去到日本的大阪、京都在东京转机。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找出日本福岛的水产品，现场给大家做一次吃播，欢迎大家届时收看。好，谢谢大家对公子沈频道的支持，也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还有就是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